Yuan 95从2.67块就起了6角钱哦。战况继续持续下去啊，我们的这个补贴油每3个月会烧掉5 billion 左右。马来西亚明明就是产油国啊，是啊，叫我们自己产油自己用，怎么可能会被影响呢？特朗普也有在他的这个讲话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他会要 take over of Cuba could be friendly or unfriendly， 这样子反弹会就突然间把放在 statement 讲要找这个人，他只是要来协助调查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让全世界人知道。反贪会的主席就讲到说，他讲因为有 NGO 去投诉，说他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就变成说他讲是不是一个政治报复。大家好，欢迎回到最新一期的 Sub Show， 欢迎大家专业写 Sub 水最新资讯，我是主持人燕晨，我是 Sub 水送。那节目开始前，还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倒数3秒钟，3、2、1 ，Let's go！ 将为各位带来的资讯总共是有5则。那第一则就是要跟各位更新目前伊朗、美国还有以色列的最新战况到底是怎样。然后第二则就是我们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处于封锁的状态。那导致了我们的石油飙上又飙下，那情况到底是怎样？那第3则就是特朗普最近就宣布讲说 ，after 伊朗 settle 了，下一个就是针对古巴来进行收割，那情况到底是怎样？那第4则就是 Refugee 前助理 James Chai 被反弹会全网通缉，到底是什么事情？那第5则就是 MCMC 为了减少这个诈骗案，限制每个外国人只能在每家电信公司 register 2张卡，到底是治标还是不治本呢？像第一则，我们先来讲一下目前伊朗、美国跟以色列的战况。这个仗也打了差不多2个星期哈，目前的战况看起来还是没有一个和解或者胜负的一个状态。是的，大致上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很多人觉得这一个故事的起点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这样有一些也是被制裁啊，这样他们现在又做到怎样？那很多不同的故事啦，不是讲说每一个被制裁了过后就一定会沦入到这个局面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元素的。在上一集的我们的这一个 podcast 里面，我们就讲到说，因为这个油价飙升嘛，就是那个 Strait of Hormuz 它已经被 block 了过后呢，然后就开始油价在上升。可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油价上升到多少钱呢？那首先就是我们 Brent crude oil 已经去到119美元，其实是非常夸张的，就离我们那时候讲的150块，对 Lehman Brothers 是140多嘛，就145到147块半，所以其实已经离不远了，很恐怖哦。然后呢，就那时候我们也有提到讲说，到底过后这个局面会怎样？然后就有讲到巴雷维家族的这个国王的孩子。就在美国不是做很多 protest 啊，他讲我们要回来啊，然后要支持美国啊。那同一个时间呢，就有这个哈梅内伊的孩子，第2个孩子就突然间被委任为最高领袖。这样如果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到底这一个孩子是否符合那个 Grand Ayatollah 的头衔，对，就是大阿亚都啦。对，你一定要先符合嘛，对不对？但当然过后他们讲有改一些宪法啦，可是到后面还是很多争议，就是到底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去接手这个最高领袖啊？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要点啊。当然第2个要点还是到后面呢，都是围绕回这个油价的问题了。对。然后我们就有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局面。不可以讲可爱嘛，好像什么东西？那可爱的局面就是，当他们不是讲说Strait of Hormuz被 block 了过后，然后过后就有开始讲到说，伊朗就对附近的国家就开始飞导弹嘛，就开始丢导弹，对，然后就开始有炸到附近的邻国，甚至我还有看到还有炸到泰国的那个油船。然后还有一个是讲说他们还有炸到那个 data center， 其中一家大公司的 data center 啦，我没有错应该是 Amazon 的 data center， 然后就炸他 data center 啦，等等，然后炸了过后呢，就也看到油价一直飙升到119，然后过后又掉回下来嘛，现在是大概是90多块，这样刚好我们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是80多90多块啦，对，不懂还会不会再上升？然后周围的邻国就开始在怪罪这个伊朗咯，然后呢，就来到最特别一个局面了，就是伊朗的总统出来道歉了。有我看到道歉了，继续说。然后过后呢，就伊朗就还做了一个 Lego 的这个 video 2分钟，就讲到说美国，然后过到后面好像是那个结局好像是讲说美国输仗的感觉，对然后那个 Lego 的那个 story， 然后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用 Lego 的这个 concept 来渲染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局面啦，气氛这样子，对，就还蛮不讲有趣，可是很 creative 你要放给大家看吗？很 creative，
2分钟哦，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啦自己去找一找。过后就讲说总统就出来道歉，可是道歉了过后又发现到他的这个革命卫队其实也好像没有什么听他们的话，还是继续在炸还是继续在飞导弹的确，我每天都看到伊朗在飞导弹也是。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到，可能还是针对这个海湾国家继续在飞导弹嘛。所以暴露了，他们就讲有暴露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政府跟这个军队就是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控制权，已经好像开始脱轨了。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他们飞导弹去其他国家，是飞去美军的基地了，我也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对，这样其实我们上一次也是讲到说，他是不是无差别的在攻击？其实也不是的，他们是有 strategy 的，他们是懂他们要炸谁的。只是可能讲说，当他们去得罪到邻国的话，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需要邻国的一些支持跟资源嘛，这样可能食物或者是一些资源能源这样如果你得罪了全部人，那你就要靠自己了咯。那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货币都已经是死到这么惨了，对啊，通膨问题很严重，对，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如果你还去得罪附近的全部人，这样你就肯定没有过后就不会有人再帮你了。然后这个星期的油价也是上到刚才讲119块半，然后又下回去90块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什么呢？这一个最大原因是，如果没有错其实我不懂有没有这样的公信力就是特朗普他就宣布嘛，就讲说很快就打完了，很快就打完了，那个油就开始回调了。他是讲说这个星期不会打完，但是我们会尽快结束，然后隔天马股美股全部就冲啊。是，其实大家都希望这一场战快点打完了，因为它太多不确定性了。的确，它有不确定性像如果刚买石油的朋友，现在要调回去我看比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马来西亚咯，你可以看到刚才就是刚刚有宣布到我们的这个 Yuan 95从2块67就起了6角钱到3块27。没有补贴油相当于起了28%左右。所以还蛮夸张的，是很夸张然后我之前有看到说，如果这个战况继续持续下去我们的这个补贴油每3个月会烧掉5 billion 左右，就是补贴会烧掉5 billion。这样当然就有很多的网民就说，马来西亚明明就是产油国这样我们自己产油自己用，怎么可能会被影响嘞？拜托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油价呢都是跟着 Brent crude oil 的油价来决定，跟着国际的那个油价来跑。所以即使讲说马来西亚自己 Petronas 有自己产油，有自己的原油，可是到后面呢，商家跟人民，可能你的电水费或者是你的有动到油的部分，或者是 transportation 这一些工厂用的油到后面都是根据 Brent crude oil 的价钱来定的。所以怎样都好，都一定会影响到整个供应链，然后我们的消费这肯定都会影响，所以物价肯定会被影响。当然目前今天的消息是讲说，安华是讲我们至少可以撑到5月份就算战况持续下去这个补贴还是能够补到至少5月份的。对，那除了刚才我们讲 RON 95之外起6角钱， RON 97也是起6角钱嘛，然后这个柴油就起8角钱西马的部分，然后就这个8角钱怎样都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经济的产业链的。所以即使讲说可能你的这 transportation 可能没有 fleet cut 可能限制在那个补贴里面，可是讲到工厂，讲到机器，他们用的柴油还是一样这样贵所以怎样都好呢，都会影响到物价的。就希望商家们大家可以熬过去，或者是高抬贵手就把这个物价可能要注意一下这物价的部分，那这个定价的这个价钱，然后再看这个通膨会怎样，这个就只能在接下来的这2-3个月里面可以看到。那当然其实油价的部分也不只是马来西亚被影响到，它是全球的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东南亚其他国家我在做research的时候就有看到讲说，泰国已经是 stop 完它全部的出口，但是它只 export for 辽国，就是老挝啦，跟这个缅甸而已。其实是什么原因？可能这边要补充一点，它不是 stop 完全部出口，国家就完了for 那个燃油的部分，所以燃油的部分，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燃油它是不是最大的一个出口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泰国它最大的出口毕竟还是电子设备跟电脑或者是机械设备，还有一些汽车零件。
那这个燃油的部分其实只是占了他们的大概100亿美金，刚才我们讲最高的可以去到500亿美金，可是这个只是占100亿美金，所以是大概是排名在出口的话是排名第7或者是第8，不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 contributor 啦，对，就是 contributor。我就有去做一些 research， 讲说，到底泰国自己是不是有产油呢？有没有产原油啊？是不是这样子而影响？其实也不是的，他们是一个进口原油的这个国家，可是泰国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科技啦，就是他们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炼油能量的这个厂，所以他们会把那个原油 process 成燃油，所以这个燃油当然就有包括柴油啊、汽油啊，这个航空的燃油咯，所以他们会先给自己用，那自己用了过后有剩的有多的，他们就会把它卖到去东南亚国家，包括柬埔寨咯，然后包括老挝，还有缅甸，所以他们会把它卖给这些东南亚国家。这样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油价飙升嘛，可能讲说他们的这个供应不够，或者是他们 limit 他们的这个供应，所以变成说他们现在是先饱和掉他们自己里面国家要用的，然后剩下才去出口。可是，在现阶段，我看他们应该是自己也不够用了，可能自己也不够钱啊，然后就先卡着。然后那一天就有听到一个故事啊，他们去泰国玩，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海亚就讲说大水灾嘛，对不对？对。然后就讲说有一些补贴是要给这个人民，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给那个人民，可能在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金钱的方面啊，可能财务的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会有天灾什么，所以可能就这样子，他们就 limit 他们的 import 了，然后 limit 他们的 import， 这样他们现在是先供给给自己的国家先，所以就有这个皇家报告讲说，我们现在暂时先暂停掉这个出口去其他的国家。那除了2个国家啦，就是缅甸跟老挝咯。至于缅甸的部分呢，因为泰国它超过一半的电力都是靠这个天然气嘛，然后这个天然气到后面都是很依赖缅甸把这个天然气卖给他们，所以我相信也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啦。那根据3月11号的最新进展，我们的这个国际能源署 IEA 的32个成员也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决定 release 400 million 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这个其实是刷新了我们在2022年面对俄乌战争能源危机的时候的 record 了。那个时候的 record 是大约2亿桶啦，这一次是 release 比之前多的1倍哦。然后与此同时，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伊朗的革命卫队 LGC 就表示说，由于整个地区安全的这个平衡已经被打破啊，全球的经济准备好迎接200美元1桶的原油储备吧。那在今年3月14日的时候，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也向 CNN 表示，德黑兰目前其实在制定一款计划，说就是所有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交易都必须要脱离美元，改采人民币。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进行了，美国又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那除了跟伊朗交战的这个更新状况，特朗普又有在他的这个讲话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他会要 take over of Cuba could be friendly or unfriendly， 这个部分还蛮有趣的，我觉得。是这个，我看古巴的故事还可以连到很多年前呢，可以开一集出来讲，我觉得是古巴那个时候还在1492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然后过后就有一个美西战争哦，所以就美国跟西班牙的战争，然后随后呢，他们就成为了美国的这个经济附庸啦。就是在一个后花园这样的意思啦。过后呢，就开始有发动革命，对啦，有革命。那革命就在1959年的时候就有发动革命，然后革命了过后呢，新的古巴就上来了咯，新古巴共产党，然后只是讲说，当下呢，就美国他因为过去来的这些事情哦，包括当下他们革命胜利了过后呢，他们就开始推一些国有化的政策，就好像委内瑞拉那种，对，这样当然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美国确实是还蛮过分的啦，就是就人家的东西嘛，对不对？对，他们又不给人家国有化，然后过后就开始要制裁人家。当然我也有看到是他1959年发动革命过后，他把美国那边留下来的资产全部都没收到完。是，就是他这边就有讲到说，他们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一些炼油厂啊、制糖厂，就是这个啦，就是国有化的意思啊，就是银行啊，还有大量土地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这样子咯。然后就变成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1960年开始，就美国就开始制裁他们了。制裁了过后，古巴就到后面就去投靠了苏联嘛，然后结果苏联过后就解体了，对嘛，就解体了嘛。然后可是这一个制裁的部分还是一直都有的。
所以这个古巴哦，如果你去看他们一些 documentary， 很有趣的是，他们讲说你在古巴可以看到很多很旧的车。不是那种你看到在我们其他国家可能有跑车啊什么什么，可是他们用这都是很旧的车，然后你看到好像一个很古代的一个城市这样子，这样这个其实也是跟他们的这个经济有关系啦。那其实这古巴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听到太大的一个动静的消息啦。直到2026年的1月开始就有一个超级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就是有一个总统被另外一个总统抓了，就是 Venezuela 的马杜罗。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可以说啦，可以这样子讲啦，就是他已经 take over 掌控了那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庞大这个石油储备嘛。这跟古巴有什么关系嘞？因为其实古巴就是很靠油啊。它的这个发电厂全部都是靠油的，它的这个整个经济体哦都是要靠油，它的这些耕种啊、机器啊，全部都是要靠油。那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咯。所以过去以来呢，古巴呢它是跟这个委内瑞拉一些交易啦，就是它会输出医生跟教师，他们就换取这个廉价的原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从1月9号开始哦，到至今哦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进口这个原油的，所以变成你看这个特朗普，他在这个新闻上面他就讲说，哦，you must come and have a deal 这样的意思哦，就还蛮过分的。毕竟还是强行掳走啊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嘛，然后刚好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古巴它的发电58%的这个燃料是来自于这个委内瑞拉所提供它的原油，所以他们也停电。我看到说一天是停大概18到20个小时是没有电的，所以其实还蛮可怜啦。就到后面呢，就要看这个古巴跟这个委内瑞拉或者是跟美国怎样达成一个协议咯。这就只能拭目以待了。那当然我看到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川普之所以会想要拿古巴，也是因为佛罗里达那边有蛮多古巴的后裔的选票，那这个也有可能是他带有一点政治动机要拿下古巴了。我会觉得不会啦，可是他不可能因为佛罗里达去炸人家或者是霸人家国家，我觉得有点太夸张。可是据我了解，就是因为这个古巴呢，它都是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就我不觉得他会去打人家的国家，因为佛罗里达啦，只是他们讲说，有很多古巴的人呢都移民到去美国嘛，然后就在这个佛罗里达部分哦。为什么这些古巴人会搬出来呢？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一党制的这个部分，共产党对，所以变成说在美国开出的条件就不要制裁啦，他古巴一定要改变这个一党制咯，就要有举行一些民主的选举啊，等等等等这样子，所以变成说古巴的某种程度上啦，这个古巴的人在后裔在美国佛罗里达其实是很支持这一个古巴的一些改革的。如果古巴真的成功被制裁，或许我们也会看到多一次像在外国留居的这些人民啊，庆祝他们的领袖阵亡的消息，像伊朗这样。还是有两边啊，就是讲到这一些伊朗的人，有一些还是很伤心，因为他们的这个最高领袖其实已经是过世了的。当然有另外一部分是渴望要改变的，就很开心哦，还是有两极化。是啊，我有看到说这个哈梅内的次子一上台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声援，讲说我们还是效忠于你们这个神权制度的。对，所以一定会有两方面的人的不同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国内最近发生一件蛮大件的事情，蛮轰动的了。讲大件也不是很大件啦，就小题大做，也不算小题大做，就是很多政治的一些因素。对，应该讲说政治家啦，就出来挺这个案件这样子。的确。那整件事情就是讲说，这个拉菲兹的前助理，也就是 James Chai 啦，他被这个反贪会突然间贴上一个 statement 讲说，我们要来全网寻找这个人的情况。然后整件事情来龙去脉，我看了大概就是反贪会要去联络这个 James Chai， 但反贪会是用 WhatsApp 去联络哈。然后 James Chai 看到说就想，反贪会用 WhatsApp 联络我，会不会有可能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因为我个人觉得反贪会他本身很 professional， 应该会发 email 或者是当然更直接，或者是去到我的家去找我家人，但是他们是选择用 WhatsApp。那 James Chai 是选择去block 掉这个反贪会的联络号码，因为也不懂是不是诈骗嘛。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反弹会就突然间把它放在 statement 讲要找这个人然后就很多人觉得说，他只是要来协助调查，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让全世界人知道去猛马路干他这样的感觉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这个主人公叫蔡正生James Chai， 为什么会被召见或者被 MACC 找呢？是因为那个 ARM Limited 的这个 case 嘛，所以他们就讲到说这个 ARM Limited 的这个11亿的这个交易，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的这个对，其实这个新闻当我们研究有过后，我们发现好像有新闻，又好像没有新闻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问号啦。所以第一就是讲到说，这个阿米米特当时呢是我们这个前部长 Rafizi 那个时候他做经济部长的时候就签署的一个合约嘛，跟英国一家公司签署一个合约。对，然后就讲到说他们要交换一些就是科技的部分，因为这个 ARM Limited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就是大致上我们用苹果或者是用 Android 这样它这个处理器的这个底层架构可能都是在用着这个 ARM， 就是设计方面的东西。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芯片国家，是一个非常绝对一个霸主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嘛，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想要走进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市场嘛。对，因为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是做着后端测试的部分，那他们现在想要突破，然后去做前端的部分。对，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在下游部分，现在他们就想要去跟这个 ARM 合作，拿到一个技术的授权费所以这一边呢，就是这个交易的11亿令吉就是要付给这个 ARM 公司的一些技术的授权费等等。主要呢就是要培养马来西亚的10000名顶尖的芯片设计的这个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一个想法。只是讲说，是真的有回路吗？其实到面又好像 no case 的感觉反贪会的主席就阿扎巴基他就讲到说，他讲因为有 NGO 去投诉这个交易有存在一些可能不合规的部分有一些什么现金回扣之类的。对，所以就变成说他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去调查。然后同一个时间，因为调查的时候，这刚好就讲到前部长嘛，有一些人就讲都说会不会是一个报复的状况？因为过去以来就是这个前部长就有讲到这个阿扎巴基这股权的部分嘛，然后就变成说他讲是不是一个政治报复？这样是我个人看法好像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有人投诉我就要有人投诉我就调查，对，我就要调查了就。这当然这一个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去证实，只是讲说 facts 就是这样，一个是讲说报复，另外一个则是讲到说它是一个 NGO 调查，所以他们要采取行动。这样其实就是那个问题就在于说，这一个 MACC 就用了 WhatsApp 可能去联络，然后去联络过后，可能这一个蔡先生其实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电话到底是真还是假，就跟我之前每次接到一些政府部门打来 LHD 是啊，讲我欠钱怎么MCMC 啦，应该是 MCMC 打来，就不懂是谁然后就没有办法之下我真的太神，还 block 掉自己的电话。我是 block 号码，直接 block 所以就其实还蛮正常的一个举动。那当下呢，他们就用这个 statement 的方式去找，然后只是讲说比较敏感，是他把他的家庭的这个地址也住址都放出来，都放上来，所以变成说就大致上就很多人开始问想说，到底这个 SOP 是对还是错这样这个是不是他们跟 SOP 可能他 SOP 就是这样这样。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到我们自己去 judge 到底这个是对还是错所以真的是有需要到问话就问话咯。从头到尾ARM Limited也没有讲过任何的一个 statement， 然后 Rafizi 讲说我现在还是一样这么穷Rafizi 讲反贪会也没有传召我去问话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啦，好像有 case 又没有 case 这样，所以唯一的看法呢就是可能就只好等到如果说蔡正生真的回来，或者是通过我看到他好像是会配合线上的一个问话调查，就可能去回应这一个反贪会的一些问题就是这样子其实处理方式可能可以更好一点就 no case 对我而言，可能那个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有没有讲说不好？这样你觉得什么电话的方式最好？可能他可以 email 给他，或者是找他家人先可能他没有他的 email， 他都有他地址应该有他。如果找他家人，不是更恐怖吗？上门找对我要找 James Chai 是不是会觉得会更恐怖吗？所以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用了最好的方式啦，只是这个观点上面有些人觉得是好，有些人觉得不好这样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东西那刚刚讲到诈骗的部分那我们的 MCMC 最近除了很勤劳去
禁掉一些人的烟的部分，那他们还有就是去限制每个外国人啊，只能够在每一家电讯公司申请2张电话卡罢了。这个其实就要讲到 MCMC 通讯部最近的一个数据啦，就讲到说在3月的时候，他们公布这个数据哦，说2025年哦就有高达7万张涉嫌这个发送诈骗信息的电话哦，然后导致要 stop 掉这些电话号码的，而在2024年这个数字呢只有7400张。所以就等于说他们在1年里面已经暴增了接近10倍，对，10倍这么多。当然，我们在讲诈骗，就是用电话号码去联络人家嘛。对啊，打电话给人哦。是，然后我们自己都肯定有中过啦。我也试过，有一个打来，他就在那边哭啊，哥哥救我啊！然后就跟他讲，其实我没有妹妹的，他就卡我电话机这样搞，然后就这样哦。的确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还有讲你的 IC 啊，你这边有一个 parcel 里面有你的 IC 啊，你要来拿，你要汇钱是，然后就有一些就他们连你去另外一个部门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好的举动啦。但是他讲说每家电讯公司限制2张卡，这样我可以去不同的电讯公司申请多几张。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应该限制2张，就 overall 给所有的电信公司。可是不懂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法规的部分要怎样啊？不晓得。这样就讲到说，在2月尾啊，就是27、26还是27号左右，对，已经开始生效了。然后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好的点呢，就是除了2张卡之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卡3个月后就直接会 stop 掉。这样还蛮好，这个机制是好事。然后它会有一些生物识别的一些机制在啦，就可能 instead of 就我们现在可能拿一个 photostat 的 passport，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一个号码。它可能需要他们做一些 face recognition， 就可能要拿那个 passport 起来拍照啊，然后你要动这样。我相信会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核实这个人的真正的存在。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少秀今天所有内容啊。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还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如果想要和我们商业合作的话，可以联系以下的方式哦。我们下个星期六晚上7点准时再见啦！我是主持人燕晨，我是 Sub 水送，我们下个星期六晚上再见啦，拜拜。